24号，一枚俄罗斯的巡航导弹进入了波兰领空。27号，北约高级将领波兰准将疑似死于俄军空袭，俄波的关系进一步紧张。与此同时，美国空军加大在欧洲的动作，战略轰炸机已从多个方向包围俄罗斯。今天大兵和各位一起聊聊这些事儿。自从俄乌战争开始以来，波兰这个国家就屡次站在了风口浪尖。其中除了波兰和俄乌复杂的历史关系之外呢，还在于波兰是欧洲的门户。如果俄罗斯想把手伸向欧洲，波兰将首先受到影响。因此和其他欧洲国家不同，波兰一直在国防建设领域采取积极的态度。其2023年国防预算为310亿美元，占据全国 GDP 的 4.2%， 位居所有北约国家之首。即便是在俄乌战争开始之前，波兰的国防预算的占比也为 2.2%， 超过了北约对盟国国防预算的最低要求。以上种种原因决定了波兰会成为北约演习的主要地点。早在1个月前，北约30万人的部队已经在波兰境内集结，但尚且没有进入乌克兰的迹象。然而在3月19号，波兰驻法国大使罗西谢夫斯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语出惊人，原话为：如果基辅战败，波兰将和俄罗斯血战到底。从字面上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乌克兰陷入不利，波兰将接替乌克兰和俄罗斯作战。而俄罗斯呢，也立刻做出了回应，称罗西谢夫斯基说的是一种战争言论，也是对俄罗斯的敌视，必将对已经雪上加霜的俄波关系带来更加具有破坏性的影响。然而还没等事件进一步发展，波兰外交部就冒出来辟谣了，声称媒体是在断章取义。 Fake news。 那位驻法国大使的原意是，如果俄罗斯侵占了乌克兰，也不会停止西扩的脚步，会继续入侵波兰，届时波兰将不得不和入侵者血战到底。这样一来呢，一句话解释的就完全相反了，一个是会在乌克兰不行的时候选择鼎力相助，而另一个则是隔岸观火，高高挂起。波兰到底是何意，或许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了。不过目前看来，俄波关系继续恶化已经是不可避免的。3月24号，在俄乌相互开展大规模空袭时，一枚俄罗斯的巡航导弹进入了波兰的领空，在里面待了39秒，又离开了波兰。这也是俄罗斯导弹首次进入北约国家领空。随后在3月27号，俄罗斯媒体又爆出他们的巡航导弹命中了乌克兰境内查索夫亚尔附近的一个据点，俄罗斯称其为北约地下基地。北约高级将领波兰准将亚当·马扎克在袭击中丧生。目前呢，他的职位是欧洲军团司令部副参谋长，他也可能是第一个在俄乌战争中去世的北约高级将领。波兰国防部随后验证了亚当的死讯，不过他们声称他的死是死于自然原因。但多方的信息证明，就算亚当没有死在俄罗斯的空袭，也是死在了乌克兰的土地上。种种现象已经表明，北约对俄乌战争的干预程度已经越来越强，离全面战争爆发就差最后一步，只是看谁会先掀桌子了。而一旦北约和俄罗斯开战，目前大军集结的波兰将成为先锋主力。大兵相信大家一定都很好奇，作为北约军备预算占比最多的国家，波兰军队的实力如何，能否对俄军形成有效威慑呢？波兰的现役人数为16万人，目前在北约军演中参与的大概有2万人。光这样说，大家或许没有什么印象。这里我们拿不久之前说过的法军做一个对比。作为欧洲第2军事强国的法国，目前拥有部队人数约为20万。波兰陆军拥有多种主战坦克，包括46辆和韩国联合研制的 K2 黑豹，97辆美国的 M1 艾布拉姆斯，233辆德国的豹2，172辆波兰自研的 PT91 特沃德，以及至少111辆冷战时期遗留的 T72， 总计是650余辆，主打的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相比之下，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法国仅有222辆主战坦克，正在和俄军作战的乌克兰也只有800多辆坦克。其中呢，豹2和 M1 是北约的明星武器，早在俄乌战场上出现了，相信各位都很熟悉。但 K2 和波兰自研的特沃德则有些陌生了。这里我们先说一下特沃德，该坦克呢其实就是 T72M 的加强版，在火控系统、反应装甲方面做出了一些优化。
在俄乌战争开始后，波兰还向乌克兰援助了60辆的特沃德坦克，而 K2 坦克是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设计研发的一款主战坦克，重量为56吨，但是体型呢比 M1 略大，主炮为现代威亚生产的120毫米55倍镜滑膛炮。这个现代威亚的母公司呢就是现代汽车集团。K2 坦克的装甲据说是借鉴了俄罗斯的 T80U， 能够在正面抵御120毫米穿甲弹。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主动保护系统，以往大兵介绍的主动保护系统呢，比如梅卡瓦的奖杯，原理都近似于自瞄霰弹枪。当飞行物来袭时，主动保护系统会通过爆炸释放破片，提前击毁飞行物。而 K2 坦克的主动保护系统则另辟蹊径了，虽然也是通过激光和雷达侦测飞行物的来袭，但是在侦测到威胁信号后，主动保护系统不会爆炸，而是会释放出烟雾，将自己隐藏在烟雾中，以阻碍反坦克导弹的制导。这种主动保护措施相比于奖杯的那种硬杀伤保护有优点也有缺点。缺点呢是，如果来袭飞行物是非制导武器，比如反坦克火箭筒，那么释放烟雾就没有什么用了，火箭弹会直接穿过烟雾命中坦克。但它呢也有优点，那就是可以采用步坦协同的方式推进。众所周知，在哈以冲突中，以色列的梅卡瓦坦克由于缺少步坦协同战术，在加沙狭窄的街道里屡次被哈马斯步兵直接爆破，这都是因为梅卡瓦附近是没有步兵警戒，坦克缺少视野。而以军所以不采用步坦协同战术，就是因为梅卡瓦坦克的奖杯主动防御系统，一旦火箭弹来袭，奖杯射出的破片可能会把坦克附近的步兵一同误伤。但是对于 K2 坦克采用的是烟雾干扰进行主动防御，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步兵能和坦克一同行动，极大程度地加强了坦克的战场信息感知能力。目前波兰是一共有46辆 K2 坦克，在今年韩国还要向波兰交付56辆该坦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波兰拥有北约国家内最强的陆军，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有俄罗斯这个邻居，还和加里宁格勒接壤。如果陆军实力不足，面对俄罗斯的突然袭击，波兰可能就要重演历史了。而空军方面呢，波兰的实力就稍显薄弱了，一共拥有91架战机，包括 F-16、苏22战斗轰炸机以及米格29多用途战机，其中比较先进的呢是12架 F-16D 和36架 F-16C。值得一提的是，波兰还拥有12架 T-50精英，这是韩国研发的第一架超音速教练机。不过后来有了战斗机版本，波兰买的就是这种。除了这些主力空军外，波兰呢还有一架瑞典制造的萨博340空中预警机。和我们常见的比如 E3 采用的圆形天线不同，萨博340采用了一种固定的 PS890 AESA 雷达，其探测距离为450公里。但是由于天线不能移动，因此萨博340在飞机的前方和后方存在2块盲区，并不能提供360度的视野，只能看到飞机两侧120度的情况。与空军类似，波兰海军呢也比较薄弱，这主要是因为波兰大部分都处在内陆，近北部地区和波罗的海有一段海岸线，还被丹麦、德国、瑞典环绕，因此其面临的海上压力较小。目前波兰海军一共拥有46艘舰船，包括一艘苏联时期的基洛级攻击潜艇，2艘佩里级导弹护卫舰，一艘委托德国建造的高轮级护卫舰，以及一艘波兰自主设计建造的护卫舰，吨位均是没有超过4000。值得一提的是，波兰海军的总部位于格丁尼亚，这里和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隔海相望，距离加里宁格勒市区仅有120公里，大多数反舰导弹的射程都是要高于这个距离的。目前已经查明的是，俄军在加里宁格勒装备了堡垒 P 反舰导弹系统，俄罗斯最先进的反舰系统之一。如果呢波兰选择干预俄乌战争，那么首先就需要拔除加里宁格勒这个钉子。综合来看，虽然波兰的海军和空军较为薄弱，但其陆军的实力还是极为强劲的。对于主场在地面的俄乌战争来说，波兰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实力。至于空军和海军，则可以由北约其他盟国提供装备和信息情报支援，真的要和俄军拼起来，也未必会落得下风。目前该事件仍在发酵，有任何新进展，大兵也会及时更新。在世界越发不稳定的同时，美军战略轰炸机也开始频繁动作了。
2天之内，2架美军的 B-52H 降落在了迭戈加西亚岛，2架 B-1B 战略轰炸机降落在了莫隆空军基地。作为可以携带核弹的战略轰炸机 ，B-52和 B-1B 的每次动向都值得我们注意，尤其是如此频繁的出动。如果从地图上来看，这2处基地是相距2000多公里。如果我们将其连成一道线，就会发现它们与红海的距离相差不大。关于这次部署，美国空军给的解释是进行准备和训练。不过在声明中呢，美空军也明确提到了，这是为了应对红海愈加紧张的局势。可以看出啊，美军的这次部署不仅是在防备红海局势，也是为了可能随时爆发的北约与俄罗斯的直接冲突。这一次部署战略轰炸机，也是对俄罗斯的一次警告。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